上一期我给大老爷们留了一个问题，谁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接盘侠？问题就出在海外投资这个答案上，太过宽泛，没有具体说明投资细节，给大家造成了误会。有很多大老爷觉得最后接盘的是亚洲国家，其实不是啊。我上期说过，1951年到198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大概是714.5亿美元；1985年到1991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3108亿美元。这里边，日本针对亚洲投资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1972年到1977年，而且这段时间的投资也不光是亚洲啊，同时还包括北美洲和中南美洲。投资原因呢，也主要是因为本土劳动力不足、工资上升以及资源限制等等问题。再加上这段时间的亚洲国家也正在积极工业化，需要一条足够体量的鲶鱼来提升市场活力。1985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其中光是欧洲就占了海外投资总额的70%。虽然这段时间的投资也有亚洲，但相对来说投资总量并不算大，因为日本在这段时间的投资并不单纯只是为了把资产放在海外避险，同时还要兼顾贸易摩擦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欧美市场限制日本出口，那日本干脆就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欧美市场，就算是接盘，那也是欧洲国家，跟亚洲关系不大。如果放在亚洲，无异于直接放弃了欧美市场。这个是当时的日本绝对接受不了的，损失太大。这些内容在1987年的日本通产省通商白皮书上面都有解释，明确把这段期间的投资定义为回避贸易摩擦性投资。这也是我上期之所以说你在我家后院放火，堵我家水龙头，那我干脆就去拆你围墙，把管子接在你家水龙头上面的原因啊，是这个意思。再说国家和国家之间利益为先啊，要是不能实现双赢，又不是亲儿子，人家凭啥替你接盘啊？大家大可不必过分解读啊，那就有点偏离我想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回归今天的主题。1970年，日本以1972亿美元的 GDP 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对于没有国防的日本来说，全球贸易这个强项同样是足以致命的弱点。1971年，根据关贸总协定第19条的规定，展开针对日本纤维品进口自动限制。1977年，美国又针对日本彩色电视机展开了进口自动限制。但对于经济多元化而且已经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日本来说，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限制轻工业，咱还有高科技啊！1980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占当年美国汽车上市量21%，因为这个原因，还造成了美国汽车产业工人大量失业。于是，1981年，美国又针对日本汽车业展开了进口自动限制，明确要求日本对美国的年汽车出口额不得超过168万辆，就是这么强势。不过不慌，汽车不行，还有半导体。1985年，日本生产的半导体占据了美国14%的市场份额。比重不算大，但已经超过了10%的危机线。关键半导体这个玩意儿最早是美国先开发的，结果到了日本人手里，价格便宜了不说，还反过来向美国出口，质量还不比美国差，这就大大伤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啊。然后就有了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定，一边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一边又扩大美国半导体对日出口。这还没完呢啊！1987年3月，美国政府下令对从日本进口的一批价值3亿美元的半导体征收100%惩罚性关税。同年4月，又对从日本进口的计算机、彩电、电动工具等等产品一律征收100%的关税。这还只是美国，80年代的欧共体国家也有样学样，一边对日本展开反垄断调查，一边针对钢铁、汽车等方面对日本实行或者要求日本主动实行出口自动限制。没办法，1985年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量里边，日本一家就占了17.9%。第二名是西德17.1%，然后才是美国15.3%。不过说这些没什么用，没有国防，什么都是浮云。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的出口贸易除了妥协就是妥协，基本可以说是废了。虽然日本人性格普遍有点偏执吧，但是人不傻呀，知道还不是硬刚的时候，所以很快就确定了下一步，开始从出口转内需也由不得他不转。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直线飙升，但实际上从1986年开始，日本的工业体系就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但同期因为日元升值的问题，日本国内物价其实也是下降的。从1985年到1987年，水电、煤气这些生活必需品连续4次降价，同期工业品也相对降价了10%。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物价下跌掀起了日本的内需热潮，但企业的利润率反而是上升的。比如1987年，税前利润高达2080亿美元，相比上一年直接增长了31.7%。这也是日本颁布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1987年到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年平均增长超过10%。一方面是为了对冲日元升值，一方面其实是为了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但是企业可不管这些，降价归降价，只要有利润，谁还管工业增长率是正是负？工业品到底是出口还是内需啊？然后就是日本大量货币流向海外避险的同时，还有大量货币被用来增添生产设备和厂房。有数据统计1987年到1990年，日本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可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4.7%。但是因为同期的房地产泡沫，年平均增长率实际高达28.4%，股票价格增长率干脆直接就是实体经济增长率的6.3倍，也就是29.6%。每个日本人都好像有花不完的钱，一掷千金，挥霍如赌，使得这个问题被泡沫营造的虚假繁荣盖住了，并未显现出来。结果就是1989年美联储加息，外国资本逃离，日本主动挑破房地产泡沫的时候，所有问题都出来了。
首当其冲，出口行业不景气，这个从泡沫开始膨胀前就不景气。如果欧美市场不放松贸易保护，翻身的机会不大。其次，失去了多元化经济优势，转型金融房地产投机后，日本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太行。外国资本一退场，马上就是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停滞、资产缩水。有数据统计，1990年到1997年，日本股票以及土地等资产最起码缩水了1300万亿日元，地价暴跌啊！大量刚建好的房地产无人问津，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很多本土投资机构也纷纷开始向国外转移。1992年月平均交易量都不到以往的20%，只有2.64亿股。证券公司连维持经营的手续费都赚不到。再就是产能过剩，泡沫期间疯狂扩张的设备投资，终究还是暴雷了。日本公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连带着企业收益率大幅度下降。为了维持运营，只能选择缩减规模、裁员减能，但利润又不足以偿还银行债务，直接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要么勉强维持运营，要么就是宣布破产。1997年，这是日本企业萧条期间倒闭最多的年份，足足16464家，而且多数都是上市公司呀。企业负债总额更是高达13万亿日元。之前向来喊着劳动力不足的企业，也史无前例的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好在这个失业率看起来其实也不算那么严重，只有6%，或许这就是日本敢主动挑拨房地产泡沫，选择硬着陆的底气吧。失业率不算太高，工业体系产能不但足以维持内需，还相对过剩。否则民心一乱，就算美国不卡日本的国防和经济，日本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民心尽丧的后果可比外界的风险要大太多了。再加上之前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反哺到日本后，也能进一步抵消萧条，缓解社会矛盾激化。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国防没有，经济又被卡了脖子，想靠以前那样玩进出口肯定是不行了。虽然现在的本土企业还能满足内需，可国家总归是要发展的呀，总不能一直处于经济停滞状态吧？如何走出萧条，就成了日本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眼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追加海外投资，可海外投资都是无根的东西啊，平常还好说，万一遇到极端情况，人家不认，你有什么办法？所有的日本人都陷入了迷茫，谁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关键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案例，只能靠自己摸索。然后大家就看到了90年代之后的日本，依然还是围绕内需方面解决问题。既然想不到走出萧条的好办法，那就先让公民富裕起来，从住宅建设、环境设施、文化生活以及医疗福利等方面，把日本发展成一个生活大国。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至于经济结构，也只能是一天到晚要么在宏观上稍微调整一下，要么就是微观上这改一下那改一下，围绕科技革新以及国际竞争力方面，把旧有的经济体系更加细化。在这期间，甚至还又玩了一次房地产投机，然后就是泡沫又起来了。同时，日本城镇化比例达到了93%，基本就到顶了，实在没办法了，也想不到办法。要说人才吧，日本其实并不缺人才。教育资源过剩，可日本的国际环境实在不是那么乐观，再厉害的人才也压根就找不到破局的点。再加上现在日本老龄化、少子化这些问题的逐渐凸显，如何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给日本市场重新注入活力，也就显得更为迫切。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一份新经济增长战略大纲，里边很明确地提出了日本未来的发展战略，主要围绕汽车电池、清洁型飞机制造、农林水产、旅游观光、医药器械以及 IT 服务业等方向。简单来说，就是新能源、科技农业、旅游业以及医疗、互联网这些方向。尤其是其中的 IT 类日本甚至有意愿继贸易立国、产业立国、技术立国之后，再来一个 IT 立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互联网顾问小组，力求5年内在高速互联网方面赶超美国，并通过电子商务这些手段恢复传统工业活力。光是这么看的话，其实还是个很不错的战略计划。日本工业体系发达，基础早就打好了，只要这个方向成功了，经济发展绝对不是问题。同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成立了一个信息大航海工程联合财团，名字很唬人，更是囊括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电气公司、富士通、日立、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56家著名企业以及著名大学，并计划投入300亿日元，就为了研发日本自己的搜索引擎，打破谷歌垄断，并确定日本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可现实却是之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建设严重拖了日本科技创新的后腿啊！现在政府迷茫了，想要逐渐脱离市场，只负责调控大方向，但日本的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又再次成了日本科技创新的阻碍。截至2007年，日本对外净资产高达2.5万亿美元，而且因为日本内部高物价、高工资以及高地价的原因日本本土企业其实在这期间也向外跑了不少，内部反而有点产业空心化的倾向。但是根据日本内阁发布的报告，2010年日本名义 GDP 为54742亿美元，增长率只有3.96%。肉眼可见IT 立国的战略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果，基本属于吃老本，也就是靠那些海外投资以及世界贸易勉强维持，高度依赖全球化。明摆着，日本想要摆脱萧条，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走。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